Hello，大家好。今天主要是要帮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就是所谓这个我们很多人平常在问说，在自助洗车我到底要怎么样洗？那我要准备怎么样的工具比较不会刮伤车子？那今天来到这个石牌的这个车太炫哈，那先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的这些海绵啊，为什么要准备这些海绵？那为什么反而不是用我手上的这个像是羊毛啊，跟这种黑色的海绵？因为你看哈，羊毛海绵这种东西，羊毛手套这种东西哈，你如果说脏污啊、沙尘啊卡在上面，其实这些东西你再怎么洗，里面这种地方哈，一定都还是会卡一些脏污、沙子，它是洗不干净的。对它。你们如果说很强力的水柱或是怎么样的机器，你一般我们洗它是洗不干净，所以它里面一定还是会藏污纳垢。那黑色来说就很简单，这种海绵其实也比较粗糙。那就像很简单，比如说我去洗车子，我去刷车子的车面车脏的地方，我刷过去之后车子脏了，海绵是黑的，基本上海绵已经多脏了，我并不会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知道说我的海绵到底是脏到什么程度，我要不要去洗它。可是像这种海绵其实很多地方都买得到，不一定是汽车百货，有些五金行也买得到这种海绵。它上面会写说专门是洗车、洗一些工业用具的。这种海绵其实比较软，它也比较不伤车。那因为它亮，所以你只要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该要洗我的海绵。所以很多时候自助洗车不是一个海绵用到底，你随时要准备2个水桶，那随时也要去清洗我们的海绵。所以有一个洗车重点就是我们的海绵要保持干净，而不是说脏的时候就继续去刷在我们的车漆上面，那一定会造成很多刮伤。所以我们要随时去注意它的清洁。比如说我车子刷过了之后脏了，我就要拿去泡水，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再泡另外一桶清水，那再来去洗下一个地方，这样子。好，那在我们都挑选完这些洗车工具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开始说，怎么样来冲洗这个车辆？那当我们车子刚到这个自助洗车的时候，其实你要给它一些散热时间，因为包含引擎啊、碟盘这些工作温度都还是偏高，都会热的。那对车漆来说，我只要一热上去，再加上泡沫那它这个很容易就会掉在车漆上面，所以这个温度高对车漆洗车来说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基本上我们要让它维持一些时间散热，所以你通常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一些3、5好友啊、车友约一下，到这个地方先拉迪赛，大概快半小时，让车子都散热。那当然是在这个洗车场啊，没有什么人不拥挤的地方，不然也会怕影响到其他人的这个洗车时间。对，那等我们散热好之后，我们才能来进行说冲洗车辆的这个动作。所以前面一定要先把这个散热时间先有空出来，让碟盘啊、车漆表面都散热到。那在待会这个洗车的这个流程，稍微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会大概什么样的方式流程去洗哈。首先我待会会先把引擎盖关下来，然后我们会先冲第一式的强力水柱，冲洗整个车身外围，那跟包含铝圈啊。底盘的部分就是下面能从轮拱的部分能冲我们都冲到。那再来我会先洗一些重点部位，我不会像其他人先洗说为外面车漆就直接开始洗，因为这时候其实车漆外围还是稍微有些温度所以我会先从一些细节的地方先洗它，比如说重点部分水箱罩这种地方塑胶件，这个我会先洗。车牌下面这些我会先挖那个散热的地方会先挖干净。那再来就会到屁股的这一个后车牌的一些细节部分，那你看有一些车型会有一些 logo 车型名称在上面，我也会从这些地方开始洗。那因为我都把它拔掉，所以我就从 logo 跟这个车牌后面开始再把它洗干净。细节的地方先洗重点部位，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那再来我反而会开始先洗铝圈，我们把铝圈都会先挖干净，4颗铝圈内外都先洗。那这个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有没有这么记得？刚刚我说要随时准备这个清水桶，所以这个时候水桶就要带在身边，因为有些自助洗车它并没有软水的水管可以随时冲你的铝圈，所以我们只能一直保持海绵的干净，那用大量的水去增加它的润滑度。其实泡沫它并没有所谓的这种清洁效果，它单纯是做润滑用的，所以自助洗车
的泡沫也 OK。那如果我们有自备自己的中性清洁剂也 OK。那主要是增加它的润滑效果。那所以待会我们车子冲完之后，我会把泡沫喷在这几个重点部位，然后开始先洗它们。那当然我可以随时，我可以包含比如说我的这个门边，我也可以一起使用，我也可以一起用这个泡沫先洗它。洗完之后，当然我会示范给大家看怎么用强力水柱冲，当然也不会说特别去冲到车内。那门边啊这些重点部位先洗完了，最后再来洗车漆的时候，车漆外观这个时候温度就已经完全是降到常温所以它就温度就已经是完全降下来，大家就不用特别担心说温度会过高这件事情，因为确实车漆最怕高的温，那你泡沫一洒下去，有时候像夏天洗完车子，很多人直接泡沫就喷下去，就洗完一圈之后，引擎盖那边就已经干掉，马上就咬进去了，所以这个对它的车漆也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以降完温度之后再清洗车辆的车漆为主。好，那现在散热差不多了，我们准备要来冲洗车辆。那待会我就会用缩时摄影这样子大概带过，大概就看一下就好。好，那现在这个车子强力水柱已经冲完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来洗这个重点部位，那要准备上泡沫，先把这个管子打下来，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泡沫所以重点的部位我先上泡沫。这边给它上多一点，反正我们会再上第二次，因为这次不是车漆的部分。那待会就要准备2个水桶，然后对着它这样子来一直做清洗海绵跟润滑的动作，这样子才可以保持海绵的干净，那也保持不要伤到铝圈。好，我们开始洗。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洗这个铝圈你看像我刚刚说这个海绵是干净的，那但是因为它很亮面，所以你洗完之后马上变脏，你就会知道说我的海绵脏了，我该洗这个海绵了。对不对？那你看其实它就是泡沫。你看我把它弄掉，它就干净了。所以这种海绵，它就是基本上它很容易把脏污带走，但是它又不伤车。那脏了我们就换另外一面洗，没关系。那一般有时候有一些铝圈或是有些改装车它的铁板很大，洗不到里面没关系，所以我们就以外面为主。那记得小心海绵在进去里面铝圈里面的时候，不要刮到自己的手，因为这铁板非常利，很容易就会被刮到，所以要小心自己的手就对了因为我也很常被刮到，以前都有被刮过的这个经历过，这样所以要小心自己的手。好，那脏了我们就洗一下海绵。不好意思因为我只有一只手所以稍微洗得慢一点这样。那一样记住这种洗铝圈的海绵跟洗车漆海绵一定还是要分开，而不是洗干净之后我们就继续用，因为它多少我们还是有洗不干净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减少它的所谓的刮伤，因为其实洗车没有所谓不伤车的，只是伤的程度多或少而已，所以我们切记就是要把这些洗车工具都要保持干净。
手酸，换另外一只手啊。好了之后，这个水脏了，我们就换一桶清水去洗它，那再来继续洗，把它洗干净挖完。那不好意思哦，这个铝圈因为它是2手的，所以忽略一下它的这个色差，这个铝圈蛮旧的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如果准备自己的一些中性清洁剂是更好，因为中性清洁剂这个东西如果把它直接在海绵上，它会一直发泡，那发泡的话就会增加它的润滑度，所以就会更不伤铝圈或是车漆。这个在洗车漆表面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所以像我这样子，我里面如果洗不到，我就是洗外层，那海绵小心。手进去不要被碟盘给划伤。好，那像如果我们准备这个自己的中性清洁剂，你就稍微挤一点，把它挤到你海绵上。那这个是我们边，因为它刚刚冲的时候都会有水，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去洗它。所以其实这边门边用海绵一次，好啦，一次也是洗干净。那一样重点部位，去弄它，像这些沟啊、沟槽，你也刷一下，我带过之后就很好刷。那这个不用担心说会洗到车底里面。很简单，一个门道就洗完了。那其实这个时候泡沫都还有，它一直会起泡，对吧？你看它一直越弄会越多泡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洗下面。当然，这个尾门毛也是很脏，也是重点部位，所以我们就去洗它。好，那就再把剩下的洗完，这样子就 OK 了。
好，那再来刚刚重点部位铝圈啊，门边这边我们洗完了哦。再来还有这个就是车头前后的这个重点部位。那我一样可能看不太出来，我已经把这个中性清洁剂挤上去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洗这些重点部位。那因为泡沫不够了，那但是我再喷第二次，让大家看起来比较有泡沫的感觉。因为洗车泡沫，蜘蛛洗车泡沫哦，它很容易就滑掉就没了，所以它其实效果很快就没有。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也自备自己的中性清洁剂，那来洗这些地方。那像这些虫的尸体啊，能抠的你就尽量一起抠。其实洗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让再来后续的部分可以越来越轻松，所以其实累就累一次，前面就把它洗干净一点。那这些小地方我们都慢慢把它的捡起来抠掉，这样子。很多虫的尸体啊，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吗？就是开太快啊，会有虫的尸体在上面。那切记哦，如果你们有一些车牌是没有这个像这种牌框的哦，没有这种框的，单纯就是车牌裸在外面的，那小心你的手，因为你手可能很容易会被刮伤。这个也很多人会曾经被割到流血啊，掉一块肉啊什么的，这个一定要小心。铁这个时候很利，所以一定要小心。那你看，像很多人可能会把这种坑洞你留在最后弄，最后洗，其实就是一开始累。那我们就把这边一次都剪干净。待会最后洗车擦车的时候，这边你就是吹干，它就干净了，所以你就不用再做第二次动作，一次就把它刷完，一次就累完，但是后面你就很轻松，对不对？其实自助洗车哦，很多乐趣啊，有时候冬天哦，你也可以拿来当运动啦。就可以来热身一下，让自己身体暖一点。那夏天就是当减肥咯。那拍摄，因为现在我都是自己在录，所以手可能会有点晃。那但是就是尽量把这些步骤都传达给大家，未来你们自己自助洗车也会稍微轻松一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重点部位都洗完。地方都给它剪干净。好，再来我们去洗屁股。好，那再来屁股的重点部位一样 ，logo， 好 ，logo 跟一样铁牌，这种缝隙我们就一次就把它洗。那因为屁股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蚊虫这种东西，因为你不是用屁股去撞这些虫子，所以屁股就好洗，就是每个面、每个角度都要给它回到。让这个脏物都不要再卡在上面，哦，不要让它卡在上面，都有回到，基本上下一次就很好洗。就是在洗车漆这边就很简单了，回过就好，把这些重点部位洗完就好了。像我们这个有改下老流的，应该好看的一台，没有什么用，就是洗干净，有没有？然后脏的地方我就是把它洗一下泡沫，洗一下脏污，然后再去泡新的水。那因为中性清洁剂，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浓缩的直接用，所以它会一直洗泡，可以用很久很久。那泡沫单纯就是我说的增加一些润滑程度而已，不是真的要洗干净，它并没有真正的清洁功能，那就是把它洗干净而已。OK。好，那重点部位这样子就洗完了，再来我们最后要准备洗车漆咯。
好，那现在我们的重点部位跟铝圈边边都洗完了，那准备就来把车子冲干净。那冲完之后，再来就要准备洗车子的外观了，就是在最后的步骤，洗车漆的外观，从上到下这样子洗。好，开始咯。好，那现在我们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这个中性清洁剂一样涂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洗。那切记哈，很多人洗车漆表面哈，他们会喜欢这样子画圈。但其实正常来说，你就是这样子围过之后，再像我刚刚这样子一条过来，那这一段就好了。那我再有一半再盖过去，所以我就是一直维持这样子的节奏去刷就好，我不需要一直去画圈。这样的画圈，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会造成我的车漆洗到缝上。所以你就是全车从上到下就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洗车方式。像这样，你就是永远就是画直线就好，你不用一直画分线，这样子反而对车漆是一个伤害。这样，好，那剩下我们就用缩时摄影带过。好，那再来哈，不好意思，因为现在这边很多人开始在洗车了哈，已经时间比较晚了，所以很多车辆都在冲强力水柱，声音稍微大一点。那再来，现在我车子都已经清洗完了哈，刚刚泡沫洗完之后，我们也有跳过一个步骤，就是我这个冲车子的画面。那因为基本上洗完之后，直接冲跟之前一开始冲的方式差不多，你就是照着缝，好门边，然后大的地方这样一个一个把泡沫带走。所以现在是洗完的状态，那再来就要准备擦车子。那擦车我们会很多人会拿一些大布，那其实你也不需要这么麻烦，你去 Costco 会看到有在卖这种小的黄色的布，一包大概500块左右，有36条。这个布基本上各大的汽车美容店都在使用，那也非常吸水，就是拿这个布来擦就好了。它这个你在家里的使用啊，你可以擦家具啊，擦餐桌、厨房啊，洗车都超好用。那但是记得，你如果来擦车，这个标签你一定要把它撕掉。因为不然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会刮伤车身的。好，那我们再来就是拿这个先来擦车子。那一条布，我们先把大部分80%到90%左右的水都把它洗掉。那最后剩下的一些水，就是再用另外一条布慢慢剪，边用这个风枪把它吹干，边擦边吹，这个车一下就干掉了。所以很简单，2条布就可以搞定全部的车子。好，那现在我把这个标签撕掉了哈。这个标签记得一定要拔掉，不然它也会伤到车子。所以标签撕完之后，这个布就没有标签。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来擦车。好，那用哪一面都可以哈。那我习惯是用这个比较毛的这一面来擦车子。那其实你也擦车一样，跟我刚刚洗车道理一样，你不用一直回，一直旋转它。不要旋转你的车辆。它会一北送啊，你就是这样子，一样前后10条线的擦它就好，大部的擦，大部分的擦它，把它广角一点，这样子。那我们就是照这个步骤，把所有车子大概80%到90%的水都擦完，这样子大致上就搞定。大致上就搞定。那一样，我们就是先把上半部的车擦完，再擦下半部，保持跟洗车一样的步骤，跟一样的顺序。那一样，因为这个布很吸水，所以水吸多了，我们就把它拧干，再重新弄就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持续这个步骤，然后把车子擦干净。好，
那现在这边我用这条布把大部分的这个80%到90%的车的水啊都擦干净。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你看有时候其实洗车也是需要练习的啦。很多人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洗完布之后你拿布去擦车，那个布还是会脏，所以表示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洗车有些地方其实还是不是会洗得很清楚，洗得很到位这样子，有些地方可能会落膏没有洗到。那所以有时候这个布会检查，这顺便是当做你的老师检查，你说你这台车洗干净之后有没有地方是洗脏的，因为基本上只要还有脏的地方，这个布擦过去就一定会黑掉。可是你看这个车，这条布现在还非常干净，基本上表示刚洗的其实应该还算及格啦，洗得还不错，没有什么特别脏的地方没洗到的，车子这个布还是保持非常干净。所以其实稍微清洗一下这条布，下次还可以使用，擦在其他的，比如说内装门边都还可以使用到。所以这个就可以拿来当做你们检查车子有没有洗干净的一个方法。你看，绝无欺骗，真的没有，这个一镜到底。这个布就是刚刚我拿来擦车子用的，所以它现在是非常的干净，这样子。好，那待会我们就会用风枪开始把剩下小部分的地方的水给它给吹干跟擦干这样子。好，那现在大部分的车漆8、9成我已经把它擦干净，再来我们就是拿这个剩下另外一条布，就把剩下小地方的水给擦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喷枪，它这样子擦，它这个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一样就是维持一个吹缝的地方，因为很多水都会卡在缝里面，所以就是以缝为主这样。
好，那现在这边车子总算是洗完了，那你可以看一下，确实是 OK， 有没有？这就是自助洗车的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洗都可以洗得非常干净。那可能大家先忽略一下我的铝圈是2手框这件事情，但基本上外层这边脏污都没。这个黄是因为它本身就后来就有一点，就是这颗铝圈其实已经受损了，但是脏污是完全 OK 的。有没有？这个黄是正常，但是完全是没脏污，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洗车都可以洗得跟外面一样干净。那比如说好天气啊，就算不好天气也没关系，那很多自助洗车其实也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空间，半室外可以遮雨的地方。那你就算真的想要下雨天洗车 ，Why not？ 还是可以一样洗得很干净这样子。好，那我们剩下的话就是把剩下的一些小水的地方，就是所谓剩下一点点的水，把它擦干。慢慢检查小地方把它擦干，其实这个车就差不多了。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外观整个都非常干净，后面这边也都 OK。那这种小水滴的地方，就是用布再把它剪下。那像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车子洗完，如果里面空间够，你就像这样子把这些门都打开，那其实门边还是会有水在滴。那你有时候你会发现洗完车子门关起来，开回家门边又有水，因为它那个水其实还是在漏，在滴水，所以你就是把它打开，让它一直持续滴干，边滴边擦。好，这样子之后我们的车漆就可以维持非常干净，这样子。那甚至到最后这些布都还非常干净，不太需要去洗它，不会说脏到没有办法说洗完下一次就不能用，所以这些布的寿命也会比较久。所以自助洗车有几个要点，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要选对工具，不要用到会刮伤车子的一些工具。那当然洗车它就只是减少刮伤，洗车一定会刮伤，只是看你的程度而已。所以没有人说洗车是万能，一定不伤车子，也没有这种东西。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一直随时保持洗车工具的干净，随时保持洗车工具的干净，这样子才会最减少我们车漆的损伤。对，那今天我们可能就是先讲车身外观，内装我们就是目前，因为今天为了录这影片，其实搞了蛮久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讲一些内装的清洁部分。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影片。那这也是第一次录这种影片给大家看。那所以今天就大概就分享到这边。那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些小地方，像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水箱罩的地方，很多人会在洗完车之后才开始把这边每一个都给它擦干净，这个水箱闸的部分。那我有没有记得我前面刚刚讲过，我们洗车就是为了要让后面的顺序，让后面的步骤越轻松越好，所以前面刚刚重点部位，我在洗前面跟后面的时候就已经把这边就洗过了，所以这边基本上刚刚我吹干，这里就已经是干净了，我根本不太需要再去擦它。那所以最后我们在剪这些水的部分，我们顺便就是把这些车头前面很多这种小蚊虫、蚊子，你在开在高速公路或者跟在卡车后面很多一些脏东西、一些虫尸体，有时候不是一般的洗车就洗得掉，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把它再慢慢剪掉，慢慢擦干。什么地方最多？除了这种车头以外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耳朵，把它固定压的地方，这边其实就很多这种小虫的这种痕迹，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把它擦掉，这个就很简单了。没有什么困难度，对。那你可以看我这整条布擦完这台车子，其实都还是很干净，没有什么太脏的地方，一点点黑。那因为车子难免都还有一些地方是一些小脏污，所以其实每一次洗完车，你都会发现到自己车子多了哪些地方的脏污啊，哪些地方的石头的洞，其实你自己是非常清楚。只要你自己平常有在洗的话，甚至哪里扣掉。哪里被石头洞喷到，哪里被人家停车不小心靠到，这个时候都是非常容易就见到的，显而易见的。所以其实自助洗车可以慢慢去发掘车子上的一些问题。对，那也可以当然了，跟你自己的爱车培养一下感情，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如果说你真的非常喜欢自己的车子，去花一点时间来顾他们，其实是很不错的。那这样子每次洗完车，大家都可以保持自己车身非常干净。对，像是刚刚这些都洗过，所以这边的水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干净的了，都不是脏水，因为我都已经用泡沫洗过了，有没有？那也冲过了，对不对？那难免还是会冲到一点在车子里面，但是我 OK 无伤大雅，那个并不会让你的内装造成什么潮湿啊、有霉味或是坏掉，并不会。
好，那个就是一点点水而已，其实都还好。那我们就擦干净就好了。不好意思哦，因为今天很多部分、很多镜头都是我一个人在长镜，所以画面不是很好。那也感谢大家就是耐心看完这部影片这样子。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这个自助洗车的介绍，因为很多客人也都问我说：“小杨，你都怎么顾？”啊，其实我也真的没什么在顾，就是其实讲实在，车子脏没关系，脏不代表车身受损，最怕你乱洗，乱洗才是真正让车子受伤的一个开始。所以脏无所谓，脏就脏嘛，洗澡就好啦，对不对？人也会脏，洗澡就干净了。但是你总不会拿菜瓜布去洗你的身体嘛，对不对？那同理可证，洗车一样，就是拿不要会伤车子的一些工具洗它，这样车子就可以保持干净。OK， 好，好了，那今天我的小发新衣房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那未来还有其他的影片，我再分享给你们。那下一次可以再做一个车内的一些清洁的介绍给大家看，有没有？这个布洗完、擦完，基本上还是很干净，对，所以你都不太需要去清它。OK， 哦，今天天气真的还不错，很多车都来洗车了啊。好，那大概我的简介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